不管是红豆还是绿豆，直接把它放在锅里，怎么煮都不出沙不烂。今天教你一招，不用泡水，不用放冰箱冷冻，只需煮前多加一步，几分钟就让绿豆开花出沙。快跟着视频来看一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首先准备一把绿豆，根据家里需求而定。当然，我们需要先看一看，如果里面有烂掉的或者坏掉的绿豆，我们要把它给挑选出来，以免影响口感。因为坏掉的绿豆吃起来苦苦的，要想豆子煮得香，快速出沙，一定要用新鲜的豆子，不要用长期裸露在室外的豆子。所以大家在买豆子时，必须挑选反光、颗粒饱满、闻着没有一点哈刺味的。大家每次买豆子时也不要买太多，一次买1斤豆子就可以了。如果吃不完，一定放到冰箱中冷藏，防止豆子变质。然后加入1勺面粉，我们把它和绿豆抓拌，这样的作用是可以把绿豆表面的灰尘给抓拌出来。因为面粉具有非常强的吸附作用，相信有很多朋友在吃绿豆的时候都是直接用清水洗一下，其实这样是洗不干净的。我们将它抓拌好以后，接下来就可以加入水来淘洗绿豆了。绿豆搓洗，我们可以看见水的表面已经有许多的脏东西了，抓洗1分钟左右即可，然后把水倒出来。这样我们的绿豆就已经洗好了，再加入水冲洗一下就干净了。清洗干净的豆子放入炒锅中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炒锅的温度不宜过高，以免豆子外焦里生。我们采用小火慢慢翻炒，让豆子均匀受热。在翻炒的过程中，你会听到豆子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，这是豆子表皮开始开裂的信号。此时，豆子的香味也会逐渐散发出来。当豆子表皮开裂，香味四溢时，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往炒锅中加入适量的开水，这里的关键是开水，因为开水能够迅速穿透豆子的表皮，加速豆子内部的软化过程。加入开水后，转为大火，让水迅速沸腾。这样可以进一步缩短豆子煮熟的时间。在大火煮制的过程中，豆子会不断地吸收水分，变得更加酥烂，质地变得更加柔软。这个过程不需要太久，因为之前已经通过炒制，使豆子的表皮开裂，内部结构已经部分软化，所以煮制的时间会大大缩短。这样煮出来的豆子不仅口感酥烂，而且味道更加丰富。5分钟左右，豆子就可以完成爆皮这个步骤，像一个个小烟花一样完全散开。用大火快煮大概7-8分钟，豆子就可以完全煮酥烂。无论是红豆、绿豆还是黑豆，这个方法都非常适用。这个方法简单、快速且方便，非常适合家庭日常使用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啦。先炒后煮法的原理主要基于豆子在炒制过程中，豆子表面的水分首先被蒸发，这导致豆子体积膨胀，表皮出现裂纹。这种物理变化使得豆子的表皮变得脆弱，更容易在后续的煮制过程中吸收水分，从而缩短煮制时间。高温下，豆子中的蛋白质会发生变性，这改变了蛋白质的结构，使其更容易被水解，从而在煮制过程中更容易软化。豆子中的淀粉在高温下会糊化，这意味着淀粉颗粒吸收水分并膨胀，形成粘稠的糊状物。这种糊化过程有助于豆子在煮制时变得更加柔软和易于消化，
煮好准备一点柠檬，将柠檬汁挤入一些净锅里，增加一些酸性，可以使绿豆沙熬好之后放凉都不会变色，同时还会增加一点淡淡的柠檬果香气，使口感和风味更佳。关火之后，可以往里面放上一些冰糖，稍稍搅拌一下，煮好的豆子焖20分钟，这样可以使豆子中的营养物质完全和水结合在一起，从而使汤更好喝。等到焖好完全融化就可以食用了。夏天可以多熬一些放在冰箱中冷藏，它的口感会更好。而煮好的豆子如果吃不完，我都会将它们做成各种糕点，比如我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绿豆冰淇淋，就是我孩子最爱吃的。将煮好的绿豆汤放入盆中，同时加入少许牛奶，将它们搅拌均匀，同时还需要加几滴柠檬汁，去除牛奶的腥味。接着将搅拌好的绿豆汤放入到冰淇淋格子中，最后把格子放入冰箱冷冻2小时，绿豆冰淇淋就做好了。想吃红豆冰淇淋的做法也是一模一样。夏天太适合吃豆子了，这段时间也是各种豆类大量上市的季节，比如说豌豆、毛豆等等。红豆、绿豆也很适合夏天食用，红豆可以增进食欲，缓解夏天出现的口渴、烦躁等症状，而且其中富含钾离子，夏天出汗多，更需要补充。绿豆在夏天十分受欢迎，做一锅绿豆汤，清热解暑效果好。天热的时候，如果一回家看到桌子上晾凉的绿豆汤，喝上一碗别提多过瘾了。夏季很多家庭都会煮绿豆汤，多数人家都觉得太难煮了，为了缩短煮的时间，会提前几个小时泡水，要不就是加碱面。如果忘记提前泡水，就只能加碱面了。加了碱面的绿豆汤红红的，营养流失，不是原汁原味。用高压锅稍微快些，也要煮差不多20分钟，还要放气，也不是原汁原味。可能很多人说，我喝个绿豆汤或者红豆汤还要这么麻烦，还得提前3个小时冻上，那喝一碗绿豆汤还得3个小时啊。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提前炒一炒豆子，一直放到冰箱里，啥时候想煮，啥时候拿出来就行，这样不就方便了吗？按照这个方法，相信您一定可以做出一道颜色碧绿、口感清爽的绿豆沙的。夏天经常喝一些绿豆沙，不仅清凉驱暑气，还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水分和营养。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试试这个方法哦。今天的精彩视频分享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